在家里的客厅接到了爸妈给我打来的电话，他们问我为什么还不回家，可我现在分明就在家里。我的面前有2个和爸妈长得一模一样的人背对着我坐着。今天晚自习后，我像平常一样回到家。刚进门，我的父母坐在沙发上，正在看电视。这时，我手机响了，来电人竟然是我妈。小天，你啥时候回来？闺女，这都快10点了，赶紧回来，爸买了烧烤当宵夜。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坐在客厅的爸爸和妈妈，他们依旧背对着我看电视。我现在就在家里啊。小天，别开玩笑了，我和你爸就在客厅里，你等等。很快我收到了妈妈发的一张照片，照片里她和我爸正在餐桌上吃烤串。如果照片里的人是我爸妈，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人又是谁？他们和平常看起来没有任何区别。小天，你回来了，学习辛苦了，爸爸给你准备了宵夜。餐桌上放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，但面却是鲜红色的，上面漂浮着同样猩红的肉块，一股恶心感涌了上来。我没有胃口，不想吃。爸妈走了过来，直勾勾地看着我，我心脏差点停跳，冷汗从额头滑落。听说了吗？最近我们这混进来了一个人类。在说到人类的那一刻，他们脸上出现了极为贪婪的神色，嘴角翘成一个夸张的弧度，露出又细又长的舌头。我们现在买到的肉都是市面上的冷冻肉，我已经好久没有吃到新鲜的肉类了。这个混进来的人类假装成了隔壁邻居老王的女儿，结果他没多久就露馅了。老王把他大卸8块，那香味都飘到我们家里来了。你说我们家小天今天不吃肉，该不会也是人类假扮的吧？哈哈哈哈！我心底一惊，猛然意识到碗里的肉很可能是我，惊出了一身冷汗，不自觉地往后退了2步。爸爸妈妈阴森森地看着我，我毫不怀疑，只要我露出半点马脚，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吃了我。是呀，今天的小天看起来很奇怪，明明之前看到肉都狼吞虎咽的，脸色看起来也不对劲，就像是在害怕我们一样。小天，你为什么不吃肉呢？我们可从来不会对肉胃口不好。妈，我是在开玩笑的，我怎么会不喜欢吃肉呢？我僵硬地走到餐桌前，坐了下来，强迫自己拿起筷子。尽管我胃里恶心得厉害，但我必须要吃下去，否则他们就会发现我的真实身份。我夹起一个肉块，听到了身后父母贪婪的吞咽声，我握住筷子的手忍不住有些颤抖起来。小天，怎么不吃呢？正当我强忍着逼迫自己将肉块递到嘴边，准备咽下去的时候，我身后一个房间的门开了，从里面走出来的竟然是我失踪多年的姐姐。姐姐伸手夺过我的筷子。爸，妹妹她最近在减肥呢，你别强迫她吃肉了，这好东西当然得给我吃了。我看见姐姐面不改色地把肉吃进了嘴里。难道这个姐姐也是怪物？爸妈一脸恍然大悟的表情。原来是为了减肥呀！妈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总爱减肥，呵呵。姐姐吃完那块肉，还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巴。我也减肥呢，这些肉你们吃吧。爸妈像是2只野兽，伸出细长的舌头，一下子将肉卷进了嘴里，大快朵颐起来。来我的房间。他的房间和现实中他失踪前的房间布局完全一样。你是小天吧？姐姐真的好久没有见到你了。难道她真的是姐姐？我可不能掉以轻心，万一这是怪物的伪装呢？想要试探我呢？我抿着嘴唇，没有说话。好了，你不用假装了，我知道你是人类，我也是人，不是怪物。我这才明白，眼前的姐姐真的是我几年前失踪的姐姐。姐姐，你失踪这么久，难道都是在这里吗？2年前，我放学回家的时候，打开门，突然就来到了这个地方。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一个平行的怪物世界，其实和我们人类的世界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，唯一的区别是他们以我们为食，人类的肉对他们来说是无法抗拒的上等美味。你可以把这里看成镜子的另一面，黑暗的一面。在这里活下去，
一定不能被他们发现我们的人类的身份，否则我们会被非常残忍的虐杀吃掉。你知道隔壁的那个人类是怎么死的吗？他们说被大卸八块了，他死的可没这么轻松。他的惨叫声连我这里都能听到，可是我很清楚，我不能去救他。我们比起那些怪物来说太弱了，想要在这里生存下去，必须要遵守这里的规则。在这里，我们的身份依旧是2个高中学生。怪物们喜欢以人为食，但这不是他们唯一的食物。这里的肉只有冷冻肉，是从我们的世界里运送过来的。你是说我们的世界里也有这种怪物？每天的晚上9点，连接我们的世界和怪物世界的门就会打开，肉就是从那里运送过来的。但是我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任何一扇门的位置。肉在这里价格很高，我们的怪物父母都是普通上班族，他们买到的肉数量是有限的，所以你不用担心会顿顿吃那种肉，而且那种肉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吃。怪物爸爸的厨艺其实还不错。我愣愣地看着他，2年不见，总感觉姐姐似乎有些不一样了。那我们要如何才能回到现实世界？只有穿过那道门，才能回到现实世界。你放心，姐姐一定会找到门，带你离开这里。我突然想起什么，打开手机，却发现手机并没有信号。姐姐看出了我的疑惑。晚上的9点半，附近有门打开的时候会有信号，但是时间很短，只有几分钟。姐，既然你有机会联系我们，为什么这2年来你都没有联系过？我确实很想你们，但我不能联系你们。就算我联系上你们，我要说什么呢？说我被困在一个怪物世界了，让你们去救我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也许你们认为我死掉了更好。现在我们都被困在了这里，爸妈一定急坏了。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在这个世界活到找到打开的门。已经11点了，明天还上学，你们得去睡觉了。妈，我在教妹妹学习呢。今天先这样，明天我再告诉你一些别的学习方法。妈，那我也回房间了。正当我要经过的时候，妈妈突然用力地抓住了我的手。小天，我怎么感觉你的身上总是有股人类的香味呀？我强装镇定地看着她。小天，妈妈就是开了个玩笑，你的表情怎么这么紧张啊？我看了眼手机上的时间，已经是早上7点了，但窗户外却依旧是一片浓稠的黑暗。这里的天难道是不亮的？我来到了客厅，好在餐桌上是正常的早餐，三明治和水果，不是肉。我们刚进了电梯，隔壁王叔微笑着走了进来，跟我们打招呼。昨天晚上你们煮肉了吧？那味道连我家里都闻到了。王叔伸出长长的舌头，舔了舔嘴唇。听说那个人类的事了吧？你知道我是怎么发现那个人类冒充我女儿吗？哈哈哈，你们还小，没吃过新鲜的。只有受到最大恐惧的人，味道才是最鲜美的。所以刚开始我没有直接拆穿那个人类的身份，而是假装自己不知道，像猫玩弄老鼠一样戏弄他。等到他恐惧到极点，我再吃掉他，那个味道简直永生难忘。哈哈哈。电梯到1楼了，王叔先走了出去，我和姐姐都松了一口气。路上我看清了怪物世界的样子，这里除了天黑，和现实世界完全没有区别，几乎可以用一模一样来形容。甚至路上走过的行人也只是普通人类的样子。不要因为这里和我们的世界一样就放松警惕。家人也好，朋友也好，哪怕他们现在对我再好，当他们知道我们是人类的时候，都会毫不留情地虐杀我们。学校还是原来的位置，和现实世界没有任何区别。小天是周雅，在现实中她曾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不过在我初中的时候就出车祸死了，我也因此悲伤了很久，差点没走出来。阿雅，小天，你怎么了？眼睛好红。没事，眼睛进沙子了。不能这样，就算眼前的人和阿雅长得一模一样，她也不是阿雅，她只是一个吃人肉的怪物而已。我跟阿雅走进了教室，阿雅走到一个位置坐下，我紧张地走到阿雅旁边也坐了下来。小天，你为什么要坐这里？你的座位明明不是这里啊。原本吵闹的教室
顿时一片死寂，所有人都转过了头，正在看着我。之前那个人类进了教室也找不到自己的座位，该不会这个小天也是人类吧？要是真的就好了，我们能吃到人肉了。